乌克兰战场上的谜案：俄军为何不轰炸北约武器供应路线？现在终于有答案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1年多了，俄罗斯军队之所以陷入泥潭，与乌克兰军队能够不断的得到西方的军事援助密切相关。现在很多中国网民对此不太理解，为什么普京不下令摧毁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军事交通运输线呢？俄罗斯不是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吗？是俄罗斯军队太仁慈吗？还是真的做不到呢？近日，俄罗斯防空部队博物馆馆长尤里·克努托夫在接受《欧亚时报》采访时给出了答案：因为无法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乌克兰领土，而且空射导弹或炸弹无法准确地命中桥梁的支柱，特种部队潜入乌克兰不可行。这是因为乌军在后方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反渗透机制，这个非常好理解。那么俄罗斯军队的导弹和炸弹无法准确命中桥柱，这个就比较尴尬了。4月9日，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4战斗轰炸机对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的苏多斯特河大桥进行了空袭，使其受到严重损坏。摧毁这座桥是为了防止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破坏和侦察小组渗透进俄罗斯联邦领土，并攻击布良斯克地区的定居点。这次空袭使用了改装后的 FAB-500M62 炸弹或者是 KH-29TD 空对地导弹进行的，证明俄罗斯空天军刚刚开始使用滑翔炸弹，然而仍然未能将这座桥梁完全炸毁。没有人声称该桥的结构已变得无法使用或完全被摧毁，这表明乌克兰可能会对该桥梁进行快速修复，不久又将能够再次使用。克努托夫指出，北约在乌克兰建立起来的防空系统让俄罗斯军队很难打击乌克兰西部的交通节点，比如攻击一座桥梁的关键是打击其桥墩，而不是路基，因为炸毁路基只会使其短暂失效。他表示，俄罗斯没有已知的导弹系统可以在如此低的高度从目标下方击中桥墩。报道还援引另外一位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的话说，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列昂科夫曾在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初几天预测俄罗斯会很快获胜，但现在正在清醒地重新评估形势。乌克兰防空系统的耗尽将使俄罗斯能够充分地利用空天军的力量扭转战局。那么俄罗斯军事专家所说的俄军无法精确地命中桥墩，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俄军现在还无法阻止北约军援乌克兰。如果俄罗斯军事专家所说的是真的，即俄军现在还没有办法精确地打中桥墩，这就从侧面证明俄军目前还难以阻止北约军援乌克兰。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使用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呢？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毁伤能力足够，但是打击精度可能并没有想的那么高。有些巡航导弹打击的精度是够了，但是爆炸威力又不够，就算命中了目标，也无法有效地摧毁桥墩，而且使用成本会非常高。正如我们早前所说的，俄罗斯军队缺少高精度的乌克兰的数字地图，这也意味着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无法准确地命中目标，因为桥墩子在桥面的下面，而导弹如果是从上往下打，一定是先命中桥面而不是桥墩。如果有了数字地图，巡航导弹就可以使用地形匹配技术低空巡航，提升突防概率以及命中精度，从而有能力将桥梁连根拔起。此外，俄罗斯空天军也缺少电视制导的空对地导弹，只要命中的角度合适，有人在回路里控制空对地导弹，仍然是有可能打击桥梁的柱子和墩子的。当然，要从桥面上摧毁桥墩也不是不可能，需要投放大量的大威力的高精度制导的炸弹，
命中精度必须达到米级，这是目前俄罗斯现有的滑翔炸弹所做不到的。此外，还要考虑到乌军在关键桥梁附近配备有防空系统，一些低速的巡航导弹很难突防，而战斗机如果实施低空投弹，又可能会被击落。因此，综合各种因素，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并没有完善的打击乌克兰关键桥梁和交通枢纽的手段和战术，而且在这方面呢，可能差的还比较远。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